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咔咔，没有你，我的故事讲给谁听？东洋一震耳，日本小龙女、福冈咸鱼、婆奇、侧奇、滨崎步。滨崎步也许是绰号最多的歌手，这些稀奇古怪的称呼，乍一看难免引发笑。可是如果你知道每个绰号背后的故事，感受必然会发生改变。干掉邓丽君的滨崎步到底有多厉害？很多人只知道他的名字、他的歌，但是对于他的荣誉却是一知半解。他曾统治日本乐坛和时尚界长达10年之久，是日本单曲排行榜周冠军次数最高纪录的保持者，曾连续3年蝉联日本有线大赏。在他之前，这项纪录的保持者是邓丽君。仅在日本本土，他的唱片销量就突破了5000万张，是日本乃至亚洲唱片销量最高的女歌手。而他的带货能力干掉如今所有人。在那个还没有网红的年代，他接拍的口红广告一经播出，50万支同款口红瞬间售罄。凡是他代言的产品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商品，无不名列热销榜单。他甚至被经济学家惊叹为拯救了日本泡沫经济的滨崎步现象。除此之外，在全盛时期，无数粉丝都以他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。那时候，只要见到他，比见到日本首相还难。一次歌迷见面会，为了能和他握手，数千歌迷提前1夜排队等候。好多歌迷为能和偶像握手而喜极而泣。不过，对于自己的影响力，当年的滨崎步曾经表现出不知所措。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：“我又不是什么厉害的人。”说这句话时，他已归为乐坛天后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还是最初那个对未来缺乏自信的少女。滨崎步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，2岁时，爸爸就抛下了他和妈妈，是外婆和妈妈把他拉扯大，给了他全部的爱。滨崎步年少自立，7岁开始便当模特，赚钱帮妈妈补贴家用。17岁那年，他迷上了演艺事业，只身独闯东京。置身在繁华的大都市里，他渺小的如一粒尘埃。为了养活自己，从小热爱卡拉 OK 的滨崎步选择到酒吧驻唱。这家酒吧位于东京最繁华的涩谷地区，称得上往来500丁。某天，一位音乐制作人到酒吧消遣，无意中发现了这块璞玉。当时滨崎步18岁，身材娇小，满脸青涩，唱歌也没什么技巧。奇怪的是，台上的他莫名吸引了这位制作人的如意，他把滨崎步带进了爱回唱片公司。爱回不仅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，也是赫赫有名的少女偶像造型工厂。不过，滨崎步认为自己缺乏唱歌天赋与潜力，一度打起了退堂鼓。好在有那位制作人的鼓励，他说：“诚心诚意，拼命做就好了。”又送他到美国受训，建议他尝试创作歌词。这位制作人改写了滨崎步的命运，他就是后来成为爱回社长的松浦圣人。后来即使已经大红大紫，滨崎步也始终感念他的栽培与信任，对他充满了如沐之情。他时常对人念叨说：“多亏专务没有放弃我。”他把这份感激悉数写进了歌词里，还在往后的4月里拼命工作，报答恩师。甚至在松浦圣人与公司高层开撕时，不惜赌上自己的星途，力挽狂澜，助松浦圣人登上社长之位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1998年，从美国归来的滨崎步发行了首张单曲《Poker Face》，歌曲受到高中女生的热烈追捧，迅速窜上日本音乐公信榜周间单曲榜单的前20。这个成绩对新人而言已经足够亮眼。此后，滨崎步以每年至少1张新专辑的速度飞奔，每张专辑的品质都保持在较高的水准，且无一例外销量惊人。他还频繁举办演唱会、拍广告、接代言，担当封面女郎，犹如坐火箭般，滨崎步一跃而成为炙手可热的天后巨星。滨崎步当然不是普通的偶像歌手，他是个狠角色。在他芭比娃娃的娇俏皮囊下，包裹着一颗强悍的大女人心脏。随着人气爆棚，爱回公司拼命给他增加工作量，录不完的新歌，拍不完的 MV， 巡回演唱会、广告代言、平面模特，滨崎步忙到飞起。偏偏他个性要强，追求极致到了不要命的程度，工作无论大小，统统全力以赴，绝不敷衍了事。2000年，滨崎步开始筹备个人首次全国巡回演唱会。为了构思演唱会创意，他彻夜不眠，以致第2天累到虚脱，站都站不起来。但他仍然执意要按原计划完成当天的 MV 拍摄。最后，工作人员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赶往拍摄地。
他总把自己逼迫到极限，也很快就招致身体对他的决然背叛。长期浸泡在震耳欲聋的声音中，2000年滨崎步的左耳就开始出现间歇性耳鸣，但他没有遵照医嘱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。结果隔年第2次全国巡演彩排期间，他的耳疾加重了，左耳强烈的耳鸣和听力大幅的减退，使得他唱歌失准，频繁走音。这让事事追求完美的滨崎步崩溃了。雪上加霜的是，距离首场演唱会开场只剩2个小时，滨崎步却在彩排时不慎掉入舞台前2米深的大坑中，导致左腿膝盖受伤，他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医生诊断后得出结论，膝盖完全康复需要3个星期，在此期间千万不能跑跳。工作人员全都心灰意冷，开始紧急商议暂停演唱会的对策。此时会场外面挤满了早早过来排队等待入场的3万名歌迷，如果不能如期开场，这些歌迷势必失望至极，就更不用说为此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了。这时不解霸气的一面再次上线，他表示不会取消演出，还强调我会跑的。简单处理了伤口之后，他坐着轮椅赶回会场。演唱会开始后，滨崎步完全按照彩排进行演出，该跑时跑，该跳时跳。他在医院打的止痛针药效只能维持1个半小时，而演唱会全程3个小时，但他始终笑容满面，活力十足。全场观众压根看不出，彼时他们的偶像正承受着耳机与脚声的双重折磨。7年后的2008年底，在日本春晚红白歌会开幕前夕，历史再次重演。由于严重耳疾导致的眩晕，滨崎步从楼梯上重重滚下，右手骨折。他一如既往把静养数月的医嘱抛诸脑后，照常登上红白歌会的舞台。但即使伤痛缠身，精疲力竭，只要站上舞台，音乐和欢呼声响起，滨崎步就会瞬间满血复活。这种不计任何代价的敬业态度，就是滨崎步迅速窜红，并在此后多年所向披靡的重要原因。2010年，《纽约时报》发布全球娱乐界最富有的女歌手排行榜，滨崎步以27.15亿人民币的身价排在全球女歌手中的第7位，日本和亚洲的第1位。这是滨崎步时代最后的余晖，因为往后的岁月，她开始沦为绯闻女王。2008年，滨崎步30岁，仿佛美梦乍醒，她陡然发现自己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。一方面是他的健康状况频频亮起红灯。这一年元旦刚过，滨崎步就在其官方歌迷会网站上留言，坦诚自己的右耳已完全失聪。去年我做了耳科检查，没想到医生说我的左耳已经完全失去了功能，无法治愈。2017年，他又再次发表长文，承认双耳的上后外3个半规管已经全部烂掉。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双耳已经接近失聪，难以维持演唱时的音准，也意味着他身体内部维持平衡的装置彻底失灵。往后别说跑跳，就是正常走路也可能会随时摔倒，而且多年来膝盖的旧伤也一直未愈。还有一点他没说，就是他的嗓子磨损厉害，因为发音不科学以及经年累月的超负荷演唱，滨崎步的嗓子受到不可逆的严重摧残，这使得他的嗓音在这些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刚出道时是尖细但充满灵气的小鸡嗓，如今已转变为嘶哑震颤，有时被歌迷称为魔音穿脑的公鸭嗓。另一方面，滨崎步的恋爱脑也令人大跌眼镜，2段没头没脑的异国婚姻，无论开始还是结束都极为迅捷。最轰动的一段恋情，则是与他的其中一个舞伴 Mario 的热恋。期间，滨崎步还高调携他一起登上新单曲的封面。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引发歌迷的极大怨念。可惜，这段恋情结束的方式十分不体面。Mario 被日媒爆出已婚的事实，被欺骗的滨崎步顿时沦为舆论嘲讽的对象。吊诡的是，滨崎步挑对象的眼光一言难尽，时尚品味也每况愈下，不仅常常被拍到穿着打扮艳俗的日常照，就连新专辑的造型也被指装嫩。再加上长期服用含激素的药物，导致他的身材与颜值飘忽不定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福显老，因而被日媒冠以婆媳之名。当时日本乐坛的大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开始由歌姬时代转入组合时代。AKB48 等女子偶像组合的崛起，使得市场竞争更加激烈。日本幼稚化的审美倾向也令年华不再的滨崎步吸粉能力下降。种种因素汇合，导致滨崎步人气下滑，后期的唱片销量越来越惨淡。
媒体公然称呼她为过气天后。她的负面新闻不断涌现，或真或假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说她丑，对她恶语相向，叫嚷着让她趁早退坛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。日本女性杂志周刊 Purma 还搞了个最令人讨厌歌姬排行榜，结果滨崎步位列榜单第一。这些负面消息还有很多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些纷扰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：滨崎步时代已经渐行渐远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从没有放弃。去年他生孩子之后，依然选择了开启亚洲巡回演唱会，而这次也是同样，滨崎步再度倒下了，因为他不愿意妥协，更不轻言放弃。即使躯体已经不愿再配合，灵魂仍然执拗的要继续前行。这样的傻劲，只有追随多年的粉丝才理解。对于滨崎步而言，舞台就是他存活于世的意义。滨崎步只是福冈一户单亲家庭的女儿，父亲在他还没懂事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，从此音讯全无。母亲性情严苛，只顾埋头工作，因此母女俩的感情淡漠。滨崎步一直觉得自己是和外祖母相依为命长大的，又加之一贫如洗，他7岁时成为平面童模，后来还做过拉面馆服务员、送报员等兼职工作，早早尝尽了世间冷暖。1998年，在东京录制首张单曲那一天，最疼爱他的外祖母病逝于老家医院。从此，在心理上，滨崎步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孤儿，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。他只有自己，只剩一腔孤勇。如果说别人走上唱作人的道路，更多是出于个人志趣，那么滨崎步成为歌手，初心就显得尤为沉重。他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在尘世安身立命。滨崎步曾在接受日本明星跟拍节目《光与影》采访时，被问及为何开始唱歌，他一脸郑重地回答：因为想要一个容身之处。他年少离家漂泊，寻寻觅觅，最终找到的容身之处就是唱歌，这是他为灵魂找到的最终归宿。即使嗓音再也回不到巅峰时期，他歌声中流露出来的丰沛情感也每每令歌迷热泪盈眶。就算没去过现场，也不懂日语，仅仅看了演唱会视频，都有很多网友被深深感染。此外，滨崎步还习惯在演唱会的末尾把麦克风放在地上，用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向歌迷致谢。这也许就是无论外界如何唱衰，始终有大批歌迷力挺他的原因。他承受着命运之手加倍的捶打，却始终站得笔挺，不愿意委顿在地。就算快要听不到了，我就把它听到聋为止；就算快要跑不动了，我就要动到极限为止。怜悯和同情什么的，谢谢你，我不要因为我目标着，就算闯到极限，也要昂首挺胸走下去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这是滨崎步的人生态度。其实这一点就已经远胜绝大多数人，更何况他还曾引领了一个时代。无数人因为听到了他的歌，看到他的歌词，喜欢他的为人，而从中得到力量，受到鼓舞。想到这些，他的努力与成就何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认可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